春节假期，在这美好的故乡旅途中，很幸运的呢，我们可以在阳光下呢，享受这美好的春节假期。在简单小旅行中，同样器材呢，同样镜头呢，可以帮助我们捕捉这美好的回忆呢。今天呢，我就使用了Canon RF非常早发布，但是非常实用的镜头，35定焦 f1.8 RF。这镜头呢，不仅配备了防手震，近摄也达到1:2的比例哦，非常实用，体积相当轻巧，适合在这返乡途中的小旅游担任记录的要旨。拍起来怎么样呢？我先看看吧。当玩完这样的游玩之后，选择困难症就会发作，因为实在太多可以挑选哦。来看看我们安平老街的走村人潮 ，incredible！ 但是今天的蓝天呢，真的超级美。背着 Canon EOS R with 35定焦呢，其实是相当轻便的，并不会让脖子负担太沉重的。Take it easy。在新春的第一天出门走村，太阳非常大，在全程光圈全开下，几乎每张记录的影像呢，中央部分都非常清晰。拍远景的话，在高反差的景物，比如说树枝呢，依然会在周围看到一些肉眼可见的紫边，对整体的色调影响并不大。35 f1.8 在全幅机身上，中央呢非常的清晰，非常明锐。假设照片不是在强烈逆光下呢，其实周围也不见得会有明显的紫边出现哦。搭配 EOS R 呈现出来的色调非常的温暖的细腻，高光的抑制非常好。同时，画面的影调、暗部层次也非常清晰。35 f1.8 不出意料的，在光圈全开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成像。这也是一系列 RF 镜头都有一致的非常优越的成像。同时呢，它有一个跟其他镜品不一样的特色，35 RF 的散景非常的奶油，这很特别哦，是因为什么？太明显二线性的成像，但是它在跟 EOS R 的组合对焦虽然非常需要小心的指定对焦点比较好，如果我使用全域对焦，有时候它还是会明显的对在比较近的东西，而不是对在你的视觉焦点。这点呢，还是要多花点时间稍微看一下你的画面。特别令人惊奇的是，随时想要拍近的小事物的时候，比如说 Harry， 即便是35这样的焦段呢，依然可以在微距题材上获得不错的照片成像哦。而一般的远景、风景、细节描写呢，更是不用担心，给你品质非常平均的表现。不管你要拍摄什么，只要拿起 RF35。顷刻钟可以拍到，近摄达到1:2的比例，随时想要拍些美食小物、小细节都触手可及。而且不管是拍照、录影，也可以感受到它的光学防手震无时无刻在辅助你获得取景的稳定画面以及拍摄的稳定成像，这也都是非常受用的哦。全快 f1.8 的时候，即便是小广角35，景深呢依然相当浅。在街上随拍人群呢，搭配 EOS R 的对焦都是非常高速，信手拈都可以捕捉瞬间的动作，只要注意快门速度或凝结动作，轻松的获取想要瞬间所能够提供的景深是相当的明显，只要对焦距离呢不要太远，基本上都可以分出前后层次的细密的景深变化。在阳光下的光影对比呢都是非常丰富。竞品，比如说索尼的 F1 35 f1.8 都是不相上下的哦。像明显的感觉出两个厂商在处理画面的特色呢，就是他们的散景。Canon 它的散景呢会更加的柔和跟细密，相反的 Sony F1 35呢就会呈现出带点二线性、老境风味的感受。而在紫边的抑制方面 ，Canon 这支 RF 的35呢会有稍微略带肉眼可见的紫边，各有胜负优缺呢。不过在街上拍摄的时候，两者呢都是非常低调、非常小巧的定焦镜头，只差在 RF 版本呢会稍微粗那么一点。拍摄人物的时候，合焦处的细腻质感呢也是非常引人入胜的哦。即便是拍摄远景，也都有令人信服的细节以及空间感呢。相信这也是35焦段迷人之处吧。信手拈来都可以随时拍摄小广角以及微距，这让这支镜头在旅行摄影上呢是不可或缺的好帮手。拍摄细节丰富的物体以及需要高速对焦的鸟类的拍摄要数毛非常轻而易举，然后凝结、快速跳跃的鸟的动作呢，这支镜头也是可以胜任的哦。简而言之 ，RF 35 f1.8 呢是非常值得入手镜头。体现的优点有3点，第一个是它的价格并不是非常的昂贵，第二个呢，它具有非常好用的微距性能，可以达到1:2哦。第三呢，它的体积跟重量呢
都非常适合轻便的街拍或者是各种旅行拍摄，而不会有明显的负担。虽然说还有很好的值得入手的理由，但是也有几项因素可能会让你重新的去考量它是不是符合你使用的一些小小的缺点，比较不合理的地方。主要是呢，它的对焦的时候，它镜头呢是会向前伸缩的。再来呢，就是比较个人因素了。镜身呢虽然直径比较大，而镜头伸出呢比较细小，就感觉它的造型呢并不是那么优美。再来一个比较不合理的地方是，它没有设计一个遮光罩呢可以包覆伸缩镜头的部分，反复使用下，对于整体镜头的耐用程度啊，跟它耐候性呢，就是比较不让人放心的地方哦。除此之外呢，这个镜头真的是用户的一大福音。非常广泛的在各种用途上都派得上用场的 Daily Lens， 推荐各位可以试试看哦。See you， bye。